我和柳如烟住在一个不到30平的出租屋里，为了攒钱买房，柳如烟精打细算，也很节省。结婚1年，我们没买过一件新衣服。我们吃的菜都是超市的特价菜，生活用品大多也是低价处理的残次品。可是有一天，同事给我发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柳如烟穿着大牌衣服，画着精致妆容，一副女强人的打扮。同事告诉我，她坐的是上市公司老板的位置，我才知道，原来她不是流水线工厂的工人，而是工厂的主人。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今天公司要去给一个慈善晚会布置现场，我留在公司做其他工作。快下班时，我收到同事发来的照片，照片的内容让我愣了又愣。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里面的人不可能是我媳妇。哥们，这要是你媳妇，你就发了呀。同事只见过我老婆一面，他以为这只是跟我媳妇长得像的人，连我自己都不敢确定，所以我没有回复他，抱着忐忑的心情给柳如烟打去了电话。过了很久，电话才被接起。喂，媳妇，你下班了吗？我去接你吧。电话才被接起来，我就迫不及待地问着，怎么突然要来接我？柳如烟那边有些吵，我隐隐约约地听到了音乐的声音。我暗暗想着，她在工厂上班，兴许是工厂为了让员工放松特意放的，来回地铁要不少钱呢。再说了，今天我可能要加班，你自己回去吧，也不用做我的饭，我在厂里吃。我听着柳如烟的吩咐，忐忑的心一点点放了下去。这才是我媳妇，连一趟地铁都要省的人，怎么可能是那个光鲜亮丽的大老板？那行吧，你回来的时候跟我说一声，我下楼接你。我们小两口结婚才1年，正是甜蜜的时候，既然不让我去厂里接他，那就下楼接。挂了电话，我回了同事一句，别瞎说了，我们跟人家就不是一类人。再说了，在我心里，我媳妇就是最好的。看着同事发了呕吐的表情，我忍不住笑了2声。下班时间一到，我就冲出了公司。地铁上，我又想到了那张照片，这也让我意识到，柳如烟跟着我真的受苦了。她穿上大牌衣服，打扮一番，肯定也会是那副高贵的样子。想到这里，我叹了口气，她连水果都只吃最便宜的圣女果，怎么会舍得买那么贵的衣服？下地铁后还要走一段路才到小区，看着还亮着灯的超市，我跑了进去，找到柳如烟爱吃的芒果，买了一大兜。让柳如烟变成那样我做不到，但让她吃想吃的水果还是可以做到的。老城区昏黄的灯光下，我提着芒果慢悠悠地走着。快到小区的时候，一阵轰鸣声突然响起，酷炫的跑车从我身旁呼啸而过，最终停在了小区门口。我有些惊讶，这破小区竟然还有这种豪车出入。让我更震惊的是，车上下来的人竟然就是柳如烟。她穿着早上离开家时的衣服，但是头发却烫成了大波浪，这发型跟那张照片上的人一模一样。如烟，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你那老公摊牌呀？寂静的街道上，我能清晰地听到车前的交流声。跟柳如烟说话的人是一位穿着时髦的女人，她此时正在帮柳如烟整理衣服。我能感觉到心脏在剧烈跳动。为了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我并没有上前，而是走到了阴影处，继续听着，看他什么时候发现吧。知道我有钱，他指不定怎么高兴呢。柳如烟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根本就没把欺骗我当回事。我有些生气，死死地抓着装芒果的袋子，努力忍着才没有冲出去质问。毕竟是骗了他，
万一他跟你闹呢？他有什么资格跟我闹？要钱没钱，能娶个我这样有钱又漂亮的老婆，已经是他8辈子修来的福分了。柳如烟冷哼，声音依旧好听，但在我耳朵里却变得无比刺耳。他要闹了，我就跟他离婚，就他一个二婚又没钱的人，我才不相信他还能再找个比我更好的。说的也是，他们这种普通人，突然知道媳妇有钱，以后能跟着你享福，肯定偷着乐呢。两人的对话看似正常，但却透露着对我的轻视和看不起。原来在柳如烟的眼里，我就是这种人。可是为什么？他为什么要骗我？难道是怕我觊觎他的财产吗？那也不至于一装就是这么久啊。我是该夸他的演技，还是该骂自己蠢呢？离婚了你还有齐明，他就只能当光棍了。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再次集中，整个人就像是被雷劈了一样，麻木又无力。当初你喜欢的是齐明，没想到他竟然把你介绍给了你现在的老公。你也是够可以的，还真的就嫁了。现在齐明明显是后悔了，就看你选择谁了。接下来他们说了什么，我完全听不进去了。我跟柳如烟是齐明介绍才认识的，当时他跟我说，柳如烟家重男轻女，他很早就出来打工给自己挣学费了，也因此我一直都很心疼他。从认识到结婚，没见过他的家人，我也没计较。原来这一切竟然是2个人合伙骗我的。齐明是学校的风云人物，有钱又有颜。齐明当时说对柳如烟没兴趣，我没有任何怀疑，只当是他看不上柳如烟身份。齐明还说过，要好他们早好了，根本轮不到我。现在想来真是讽刺。街上刮起了风，刺骨且冰凉。不知何时，小区门口已经没人了。我抬起脚，艰难地往家走。门是柳如烟开的，她明显洗过澡，头发用毛巾包着。还以为你早就回来了，明明是我加班，你竟然比我回来的都晚。柳如烟表情自然，还接过了我手中的芒果。这是什么？芒果？你怎么买这么贵的东西？不知道我们要攒钱买房吗？这么多芒果都赶上我1天的工资了，不想吃就扔了。想着他的欺骗，听着他这些话，我只觉得恶心，再也忍不住的出声怒吼。太装了！他是怎么一边上百万的礼服穿着，一边为了100来块指责我的？不知道柳如烟是不是今天心情也不好？要是以往，他会委屈的流泪，但现在他却板起了脸，把芒果摔在了桌子上。张永清，你发什么神经？我现在看到他这样子，知道他全都是装的，就忍不了。还装是吧？你不是跟我说你在厂里加班吗？我上前一步，扯掉了他包头发的毛巾，指着还有卷烫痕迹的头发，愤怒道：亏我还心疼你跟着我受苦，给你买芒果，结果呢？明明是坐着豪车，穿着礼服参加宴会的大老板，却跟我装穷，耍我是不是特有意思啊？我知道此时的我看起来很可怜，很狼狈，但我依旧梗着脖子，想要为自己讨个说法。只要他跟我说小区门口那些话，都不是他真心的。他跟我结婚，也不是跟齐明赌气，我愿意相信他。然而他的态度却让我的心沉入了谷底。看来你是知道了。他的表情无比平静，脸上也没有丝毫谎言被拆穿后的无措。有我这么漂亮有钱的老婆，你不应该高兴吗？我被他这话给气笑了。他是怎么做到这么理所当然的呀？都说有钱人自私，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他是真的一点都没把我当回事，不然就不会这么不在乎我的想法了。离婚吧，你这样的老婆我要不起。柳如烟的表情终于有了变化，她瞪大了眼睛，似乎不敢相信。你要跟我离婚？你知不知道我身价多少？跟我在一起，
你一辈子都不愁吃穿。我凄凄一笑，也是，估计在他心里，只有他提离婚的份，我提了就是不知好歹。如果是刚结婚的时候你坦白，我可能会原谅你，但现在，我摇了摇头，不可能。行，你有种，敢跟我提离婚，我让你知道，离了我你什么都不是。到了这时候，他依旧没有放低姿态求我原谅，仍然是高高在上的样子。我的表情越发坚定，也彻底惹怒了他。我等着你来求我，跟我认错。说完这句话，他就摔门离开了。房间里一下子就变得空荡荡，我颓然地坐下，再也没了之前强硬的态度。房间里灯光昏暗，就像我的内心一样，死气沉沉的。不知道坐了多久，一阵铃声响起，我下意识接了起来。可是当听到里面的声音时，我怒气又上来了。永清，你跟如烟怎么回事？他跟我说你要跟他离婚。我被气笑了。好家伙，这边才跟我吵完架，那边就联系了齐明。我跟他离婚，你不是应该很高兴吗？我冷哼，特意打电话来羞辱我的吗？电话那边沉默了片刻，所有又是齐明虚伪的声音。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我跟如烟没什么的呀，要不是他的身份已经证实，我还真就被他这无辜的样子给骗了。误会他的真实身份，还是误会他喜欢你？别告诉我这些，你都不知道。我咬着牙，努力不让自己嘶吼出来。我已经强迫自己不会再去追究什么了，只希望跟柳如烟离婚后远离他们。可是为什么还要这么戏耍我？我是真的不知道啊。我冷笑，身份可以不知道，但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更何况齐明是个花丛老手，我不相信他不知道。行吧，看来你是不相信我了。既然你这么坚决，那我也不劝你了。不过你要明白，你想离婚就是打他的脸，他是不会那么简单就跟你离婚的。齐明叹了口气，看似在替我着想，但我却明白，他这是在告诫我，也是在提醒我，柳如烟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他们想整我，那就是分分钟的事情。当然，这也证明他确实知道柳如烟的身份，不管是介绍我们认识之前还是之后，总归他骗了我，告诉他明天上午10点民政局见。打脸，我打的就是他的脸，让他看看不是所有人都跟他一样，心思都那么的阴暗。我不再多说，直接挂了电话。我就不信离婚我还不能自己做主了。房间里又恢复了安静，我深吸了口气，打起精神，简单收拾了一番后躺在了床上。可虽然我已经打定了主意要离婚，也已经接受了事实，但躺在床上还是觉得难受，眼泪不受控制地落下。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这一天我的经历可以说是少有人能比了。10点的民政局已经有不少人进进出出了，一夜未睡的我木着脸在门口等柳如烟，只是10点都过去半个小时了，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正当我准备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公司的电话先打了过来。小张啊，你今天请假了对吧？这样明天来的时候把离职报告签一下，该补贴给你的钱也领一下。听着领导的话，我有些懵，不就是请了1天假吗？怎么还不让干了？领导，我在公司兢兢业业，没做什么错事吧？要是今天太忙，那我就不请假了。离了婚，我就只剩下这个工作了，可不能就这么无缘无故的丢了。反正柳如烟也没来，不行就休息日再跟他办离婚证。可是领导却说，这是上面的决定，你执行就可以了。说完，领导就挂了电话。看着被挂断的电话，我感觉一股凉气从脚底升起。而这时，柳如烟的电话也打了过来。知道错了吗？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我彻底爆发了。
是不是你让公司开除我的？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欺骗我的事情，我已经不打算追究了。为什么不能好好离婚？你到底想干什么？非要把事情做绝吗？我像是一个疯子一样的大吼，让周围的人都不住侧目。可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快崩溃了。我就是要让你知道，离不离婚由不得你。柳如烟的话冷漠无比，本来还想着，要是你能一直听话，我就把实情告诉你，让你跟着我享福。但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不知好歹。我告诉你，要离婚也只能是我提出来的。你既然先开口了，那想离婚就付出代价吧。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竟然遇到了他这种人。之前我有多喜欢他，现在就有多厌恶他。这自以为是的想法简直太侮辱人了。你别逼我，把我逼急了，我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嘴脸。呵，你以为我怕你？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成为人人都唾弃的负心汉？你穷的兜里连1万都拿不出来，又能做什么？不屑的话，轻蔑的语气落在我耳朵里，把我仅存的自尊心一点点给打压在了最底层。是啊，他那么有钱，我又能做什么呢？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个邪恶的想法，最后咬牙道：我不信你能一手遮天，别不切实际了。柳如烟根本没把我的话当回事，依旧慢条斯理地说着：我给你个选择，现在跟我道歉，以后乖乖听话，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变得冰冷。要是你还坚持离婚，那就把所有亲朋好友聚在一起，承认是你对不起我，并且愿意净身出户，我才会跟你离婚。这些话再一次刷新了我对他的认知。明明是他做错了事情，竟然还想让我担下责任，简直毫无下限。你做梦！我知道跟他说再多也没用了，咬牙说完这3个字就挂断了电话。经过这个电话，我知道我们之间已经无法善了。他给我的第一个选择，看似仿佛还爱着我，但我知道那不过是他高傲的本性在作祟。他想把我当宠物一样的养着，而我要是真喜欢那样的生活，也不会找他这个欺骗过我的人。想到这里，一个想法突然就出现在了我脑海中，既然已经不能轻松跟他离婚，那我就没必要再忍着了。我要报复，我要找个比他更厉害的人来对付他。这么想着，一个人的身影在我脑海中闪过。在跟柳如烟认识之前，我还有一个前女友。当初她出国深造，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当她回国后，还联系过我，只不过那时候我已经跟柳如烟在一起了。据同学群里的聊天来看，他现在已经成为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并且依旧单身。不是我自恋，只要我出现在他面前，相信我们一定会重新走在一起。当然，我会把事情跟他讲清楚，如果他不愿意，我也不会强求。在这种情况下，柳如烟还想继续养着我，就可见我长得不错，体力也好。以我这样的条件，找个厉害的人并不算难事。之前柳如烟没有把我逼到这个地步，我想着离婚就好，也不觉得自己能报复到他们。但现在有了这个办法，我就有了报复他们的想法。我不是软柿子，有了办法，当然不会再忍着了。只是具体要怎么做，还需要好好计划一番。柳如烟不是蠢货，说不定他还派了人跟踪我，所以我不能纯得给他送把柄。因此，在报复前，还是需要把婚先离了。似乎是有了目标，我的身体又充满了力量。朝着四周看了看后，我拿出电话给齐明打了过去。你说的对，是我误会了。电话刚接通，我没有给齐明开口的机会。刚刚如烟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了很多，还说只要不离婚，听他的话，他就满足我一切要求。之前我误听了你跟他的传闻，现在他这么一说，
我就知道他爱的是我，但毕竟他还是骗了我，所以我还是有些犹豫。你说我到底该不该原谅他？我故作犹豫地说着，齐明有些慌张的声音传了过来：他都骗你了，你还原谅啊？齐明的话让我忍不住在心底冷笑，嘴上却问：怎么了？之前你不是还劝我吗？难道你不想让我们和好，还是说你真的对他有想法？我的语气渐冷，齐明这才反应过来，怎么会？兄弟妻不可欺，我不是那种人。再说了，你不也说了是误会吗？我知道他这是着急了，但也从他的反应确定了他真的对柳如烟有想法。既然这样，那他接下来就不可能没动作。只要他有所行动，我就能找到机会抓住他们的把柄。到时候，就算柳如烟不同意离婚，我也可以带着证据走程序离婚。你现在在哪？我想跟你好好聊聊。我转移了话题，实则是想知道他现在的位置。我还能在哪？当然是在家了。不过今天不行，我有事，改天吧。改天我请你喝酒。齐明的话正合我意，我故作惋惜地说：那好吧，你忙，我再好好想想。挂了电话，我立马驱车赶到了齐明家的小区门口。若是齐明不想我跟柳如烟和好，那他肯定会去找柳如烟，我只需要在这里等着就好了。我知道这全凭我的猜测，但我相信我的判断。等待期间，我也没有闲着，好好搜了一些关于上次慈善晚会的消息，并且终于清楚了柳如烟的真实身份。她竟是上市企业盛鑫集团董事长的独生女，而她之前骗我说工作的工厂其实就是她家的。不过盛鑫这几年业绩并不好，并不是无法抗衡的存在，而我那个前女友的企业现在势头正盛，甚至已经超越了盛鑫，而他还是真正的老板。哪怕柳如烟是盛鑫董事长的独生女，也跟他没法比。要是他同意帮我，那妥妥的能把柳如烟的脸给拍地上。这么想着，我翻出他的电话，看了又看，最终还是等先离婚后再联系看看。我一直等到了天黑，终于快要放弃的时候，齐明开着车出现了。我立马拦了一辆车，紧紧地跟在了齐明的后面。很快，车子在一家5星级酒店停了下来。远远的，我就看到了站在门口等待的柳如烟。我心中有些不是滋味。以前我从来舍不得让她这么等我，约会什么的都是我早早的到。没想到现在齐明一声招呼，他就乖乖在这里等着了。我看到齐明还贴心地给他披上了自己的西服，而他也没拒绝。两人就这么一起朝着酒店走去。我在司机同情的目光下，把他们倚在一起的身影拍了下来，这才下车跟了过去。我费尽心思，终于在没人察觉的情况下找到了他们最后进了哪个房间。我耳朵贴在墙上，想听他们在干些什么，但房间隔音很好，什么都听不见。不过已经不重要了，他们进了同一间房，加上我之前拍的照片，足以让他们百口莫辩。砰砰砰，开门！我大力地敲着门，很快就有周围房间的人走了出来看热闹。这是干什么呀？怕不是来捉奸的，也说不定是寻仇。不管怎么样，我打赌里面的人不会开门。周围的议论声传到我的耳边，我也怕他们不开门，所以准备撞门。而就在这时，房门开了。你怎么在这儿？柳如烟眉头紧蹙，脸上没有一丝惊慌。他呢？我推开他，直接冲了进去。房间的大床微微有些凌乱，这么短时间，他们应该没发生什么，但不代表没其他亲近的举动。虽然一切都在我的计划内，可还是心口憋了股气。几个小时前还跟我说没关系，现在就差点滚上床了，真是把我猴耍呢。我握拳对着他就打了过去。张永清，你特么疯了！
齐明躲闪不及，被我狠狠地打了一拳。我还想继续，可是旁边的柳如烟却突然对着我抬起了手，啪！巴掌落在我的脸上，我整个人都懵了一下。不过紧接着就是更加汹涌的怒火，只是我还是忍了下来。我要是动手打了他，那我做的一切就都白费了。不知何时，柳如烟已经把房门关上，隔绝了外面那些人看热闹的视线。不过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也就不在乎有没有观众了。我死死地盯着两人，这就是你们说的没关系？我看你现在还有什么资格让我听你的？这婚离定了。柳如烟的脸上也多出了一些怒意，但显然她依旧没把我说的话当回事，而是自顾自地质问我：你竟然敢跟踪我？到了这时候，她还觉得她没错。如烟，别跟他废话了。被打了一巴掌的齐明也不再装了，恶狠狠地看着我。他不是想离婚吗？你就跟他离。竟然做出跟踪这样小人行径，谁知道他以后还会做什么事？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这种事情，他们倒是张口就来。不过我的目的是让他们两个绑死了，所以也没去跟齐明争辩，而是依旧望着柳如烟。柳如烟，离了婚，你就不用再费尽心思装穷了，也可以跟齐明光明正大的在一起。这难道不是你想要的吗？柳如烟没说话，齐明却着急了。如烟，你还在犹豫什么？我跟你说过了，其实之前我也喜欢你，只不过家里不同意，但现在已经没有这些问题了，我们可以在一起了。你跟他离了婚，我们立马就能领证。我听了齐明的话，才明白，原来当初齐明是真的不知道柳如烟的身份。不过他在知道后，立马就又接近了柳如烟。很明显，他是冲着柳如烟的身份和钱才这么做的。对此，我举双手赞成他俩在一起。柳如烟斜斜地看了眼情绪激动的齐明，我想他应该也明白，齐明不过是看中了他的钱，只不过当初齐明对他爱答不理，现在却贴着不放，显然这满足了他的虚荣心，所以才会接触齐明。可这对我太不公平了，从始至终，他们两人都没有把我当回事。我知道了，你跟踪我，不过是想给离婚添加筹码。柳如烟又看向我，眼里带着失望和不屑。我知道他又开始以自己的想法揣摩我了。果然，下一秒就听他继续说：你不就是想分我的钱吗？我果然没猜错，你这种底层人，有机会有钱就会不择手段。不过你跟别人不一样，你还有着男人可笑的自尊心。你以为用这种手段离婚就可以分我的钱，简直太可笑了。他冷哼，别说我们没发生什么，就算真的有什么，就凭你也想分我的钱，你知道吗？我最恨的不是你骗我，而是你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的言行。2天的时间，让我已经对柳如烟没了任何爱意。此时此刻，我甚至觉得她可怜，为了别人听从她，得到那微不足道的满足感，不但装穷跟我结婚，还跟齐明这种烂人牵扯在了一起。等他悔悟的时候，应该会很痛苦吧？我要是爱钱，当初就不会跟你结婚。你那些臭钱留着给齐明花吧，我只要跟你离婚。好，离婚后你别后悔。柳如烟似乎是明白了我的想法无法改变，撂下狠话后转身就走。明天10点，我提醒道。齐明捂着肿起来的半张脸，对着我冷哼一声，追着柳如烟的脚步而去。等他们一离开，我紧绷的身体终于放松，苦涩地笑了笑后，拖着疲惫的身体走了出去。门外还有不少人在指指点点，甚至还有人走上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我：兄弟，挺住。我们的动静不小，显然他们都听到了。我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了酒店，又是一夜未眠。不过这一次民政局的门口，柳如烟和齐明早早就等在那里了。我跟他没废话，去办理了登记。只不过有30天的冷静期，出了民政局，我一句话都不想跟他们多说，准备离开。柳如烟的声音却从身后传来：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这1个月内你后悔了，我可以考虑原谅你。我呵呵一声，都懒得回答他的话。如烟，他都这样了，你竟然还愿意给他机会，你太心软了。这样的你，让我怎么忍心再把你交给他？我已经错过1次了，我不想错过第2次。离婚后，我们结婚吧。我听着齐明的声音，撇了撇嘴，还真是一点都等不及了呀。不过已经跟我没关系了。1个月的冷静期很长，也很短，但也足以让我完成接下来的计划了。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想要看柳如烟知道我跟一个比她还富有还厉害的人在一起时候的表情了。计划赶不上变化，当我还在犹豫着要不要联系前女友的时候，他竟然给我打来了电话。听说你离婚了，他的第1句话就让我愕然，随后不得不去想，他怎么知道的？他似乎是知道我的疑惑，说道：同学群里齐明说的。闻言我就忍不住笑了。齐明真的是生怕我跟柳如烟离不了婚呐，离婚证都还没拿到手，他就开始大肆宣扬起来了。不过前女友的电话太及时了，是不是说明他时刻都在关注着我？我已经知道他们骗了你，你难道不想报复吗？我可以帮你，并且我觉得没有人比我更合适了。前女友简直就像是另一个我。接电话到现在，我还一句都没有说，他却仿佛什么都明白。我不想让你觉得为难，他这么为我着想，我反而不想把他牵扯进来了。我不觉得为难。前女友的声音依旧温柔，似乎是想要极力跟我解释。她说的有些快，之前我虽然离开了，但我一直都没有放下过你。我本来以为我们的缘分已经断了，可却突然出现了这件事。我觉得这是老天给的机会，所以就让我帮你吧。不管最后你还想不想跟我在一起，我都希望你能开心。只有把心中的气撒出去，才能让你重新开始。他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说不感动是假的。可是我刚遭到柳如烟的背叛，也实在是不想开启另一段感情。但他说的也对，我确实想撒完气后重新开始。我在红光大厦的遇见咖啡厅等你。前女友见我不说话，也不给我拒绝的可能，竟然直接说了地址就挂了电话。我忍不住叹了口气，他竟然真的是因为我才一直单身的。之前我只是猜想，现在却被证实了。这份沉重的感情，让我本来已经死了的心，再次对爱情有了些许期望。最后，我在红光大厦再次见到了许久未见的前女友徐倩，我的第1个女朋友。3年没见，她看起来越发成熟，但却更好看了。望着坐在我面前长发披肩的徐倩，我的脑海里不由得回忆起当初跟她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不得不说，她是个完美女友，善解人意，跟她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都是快乐的。她积极乐观，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哪怕已经成为了上市公司总裁的她，依旧给人积极阳光的感觉。怪不得她的公司会越办越好，只是看到她，相信就没有合作伙伴不信任她。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们相视一笑，多年未见，本来还有的一丝生疏感，在这瞬间就消散一空。我们聊了很多，跟徐倩在一起的感觉依旧很放松，她很有分寸，没有让我感觉到一丝不自在。我只有在跟她对视的时候，才能看出她对我的感情。交谈得很顺利，最后我们握手，我的心
忍不住剧烈跳动了一下。既然你们分开了，那你现在有地方住吗？徐倩不着痕迹地收回手，微笑地问我。我感觉舌头有些打结。没有。那搬过来跟我一起住吧，这样我们也能更好地进行计划。我本来想拒绝，但看他眼神清亮，并没有其他想法的意思，也就点了头。我们的计划很简单，他出手针对盛鑫集团。为了让我安心，他甚至跟我说，本来他的公司跟盛鑫就是死对头，而我只需要跟在他身边，给他当助理就好了。他说要让我看着他怎么一步步把柳如烟的家族逼出盛鑫，怎么让柳如烟一家从高处跌落。到时候我们在一起出现在他的面前，让他看清楚，我这种人有的是人喜欢。徐倩处处为我考虑，所有的计划几乎都是为了给我报仇，不然的话她不会单独针对柳如烟一家。不过这样也让我松了口气，柳如烟一家在集团并不是一家独大，还有董事会的存在。冷静期一过，我就跟柳如烟离了婚。分别的时候，她当着我的面说要跟齐明结婚，她以为这样刺激我就能让我愤怒后悔，可惜我已经彻底对他没感情了，又怎么会后悔？结婚证的到手，我和徐倩的计划也开始了。他收买了几位股东，又收购了几家股东的股份，很快就成为了盛鑫的大股东之一。把柳家赶出盛鑫的那一天，我也在场，也终于见到了柳如烟的父亲。看着他被全部股东围攻，我的心中升起了一丝快感。我可不相信他女儿的事情他不知道，不过是跟他女儿一样，把我当小丑一样。再次见到柳如烟的时候，她看起来憔悴了很多。你满意了？如果你不想离婚，可以跟我说呀，为什么要这么对我？这种时候，他还在以自我为中心地揣测我的想法。我知道我的身份让你接受不了，可我有钱不好吗？你就非要让我跟你一起过以前的日子？他还在自说自话，我忍不住打断他：你多想了，我对你已经没有任何感情了。我原以为他会后悔，但看来还是我高看他了。他永远不会低下头去真正的了解别人的想法。刘女士，请你不要再纠缠我的男朋友了。这时徐倩走了过来，她穿着高开叉的黑色连衣裙，高贵冷艳，跟憔悴的柳如烟形成了鲜明对比。柳如烟不可置信地望着她。我见徐倩穿的这么少，把外套披在了她的身上。怎么穿这么少？感冒了我会心疼的，我是故意的。当柳如烟失魂落魄地跌坐在地上时，我终于看到了她眼中的悔意。永清，你是故意气我的吧？我已经知道错了。你可不可以跟我复婚？现在终于轮到我对他的话露出不屑了。刚要开口，徐倩拉住了我：气你？你看看你自己配吗？我听说你觉得阿青没人要，真是可笑。只有你这种瞎子才会看不到他的优秀。徐倩的脸上带着怒意，她说完就拉着我走了。我低头轻笑，她这是见柳如烟要挽回我，怕我心软吧？我们回家吧。我反握住了她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她眼中闪过惊喜，随后重重点了点头。你知道为什么他没跟那个齐明在一起吗？为什么？齐明当初欠了钱，知道他有钱后，才又想着跟他在一起。你那个前妻借钱给他后，他就跑得无影无踪了。我和徐倩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身体也越贴越近。我突然很感谢柳如烟的欺骗，也因此我才能跟真正对我好的人再续前缘。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